不说，在众多 IP 无双的作品里面，《萨尔达无双封印战记》是一款好玩的游戏，也有做出它自己的特点。但尴尬的是，姑且不论现在最好玩的无双是《三国无双起源》，封印战记即使跟前作《萨尔达无双灾厄启示录》比起来，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优点，甚至在许多层面上，灾厄启示录都比封印战记更为吸引人。大家好，我是柚子，欢迎收看柚在打电动，祝各位新年快乐。今天的节目里面，如果大家听到背景里面有什么小孩鬼吼鬼叫的声音的话，没错，那是我侄子侄女回来过年了。萨尔达无双封印战记啊，这个折磨人的小妖精。作为一名认屯，同时也是旷野之息与王国之泪的铁粉，我真的很想大力向各位推荐这款游戏，但我真的办不到。在最一开始的时候，我标题打算下萨尔达无双封印战记是一款还不错的爽 game。玩到中期时，我的想法是，除非你是铁粉，否则不太推荐玩萨尔达无双封印战记。玩到后面时，我的结论是，即使你是铁粉，也不太推荐你去玩萨尔达无双封印战记。不是我不喜欢萨尔达无双封印战记，实在是这款游戏全方面都被前作灾厄启示录暴打。它有着相对灾厄启示录更平淡的故事，有着与灾厄启示录差不多的游戏机制，玩家对于主要角色共鸣又小于灾厄启示录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它比灾厄启示录还贵了600块。坦白说，以一款2008年的游戏来说，我觉得这个体验真的不太行。在《三国无双起源》发售之前，《三国无双本传》有一段非常低潮的时候，当时想要玩到好玩的无双类游戏，基本上大家都会把目光放在光荣代工的各种 IP 无双。在 Switch 上，光是最原始的萨尔达无双，后来出了灾厄启示录或者圣火降魔录无双、风花雪月无双都是不错的佳作。在无双起源发售之前 ，IP 无双就已经是最好玩的无双了。但即便如此，老无双的游戏机制在今天看来未免显得有点平淡了。就像我之前说过，《三国群英传》最初就是以荧幕上同时有百人大战为噱头，但到今天百人大战只能算是游戏基础，重点还是你在其上发展出的游戏模式好不好玩。而传统无双系列随着时代进展，小兵的存在感越来越低，基本上就是给玩家砍着玩的 NPC， 据点也沦为单纯的过关任务，据点的战略性甚至连更早期的三国无双都还不如。于是在这些 IP 无双上，光荣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角色操作机制。最初的萨尔达无双着重使用道具，灾厄启示录以角色操作差异化为主打，圣火降魔录无双系列则强调指挥系统，封印战记导入卓纳乌科技，这些都让游戏展现出自己的特色。可是在这么多不同特色下，最本质的玩法机理其实差别不大，这就会导致这么多款 IP 无双，除非你对其中哪一款 IP 特别感兴趣，否则其实没什么必要每出一款就买一款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想在 Switch 上体验这些 IP 无双，其实挑一款你最喜欢的买就好了，不用重复体验差不多的游戏内容。而在这些游戏里面，我的首选不会是封印战记。欢迎来到上古时代的海拉鲁，在这里你可以操作多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展开战斗，比如说系列最有名的女主角萨尔达，古代的国王老鲁，你各位受控最喜欢的知性姐姐米涅鲁，谢谢你任天堂。还有让人看到他就想扁他的克洛格卡拉莫，跟这个哇好难猜哦，他到底是以谁为范本呢？哇搞不懂哎。当然还有知名的古代的四音节这样，以及我们都认识的海利亚的某位士兵大叔。总之，欢迎你来体会古代人的战斗能力。你会发现，本传里吹了老半天的专注时间，在本作里只要是个人都能够用出来。什么海拉鲁的天才剑士，你只是生在没有我的时代的凡夫而已。没错，本作延续了灾厄启示录的基本玩法，人物有闪避、子弹时间，也有盾反可以用。盾反操作略微复杂，基本上手感跟旷野之息王国之类本传差不多，也就是说在无双里并不是很好用，而且盾反收益不像本传那么大，这就显得失败的时候代价太大，所以基本上大多数时候我都还是用闪避，盾反能少用就少用。本作战斗的另一大重点则是佐纳乌科技，
在封印战记里，玩家可以借由使用多样的佐纳乌装置，展开各种不同属性的攻击，这样玩家在战斗时不用拘泥于哪个招式才能打出属性效果。遇到难缠的敌人时，直接丢出佐纳乌装置，使用属性攻击，可以让你快速打出敌方失衡。而除了基本的属性攻击外，不同元素组合也可以产生简单的化学反应，比如说在地上点火后，使用风属性技能可以卷起夸张龙卷风，让敌人的燃烧进度条一口气爆表。而另一个特点则是同步攻击系统，在游戏中，玩家除了遇到危急情况或追击时可以把队友呼唤出来帮忙之外，当2名人物的同步量表满了之后，也可以使出威力强大的同步攻击。除了一般的基础同步攻击外，特定角色也会有专属的同步攻击，利用各种不同的固有技、佐纳乌科技同步攻击展开进攻，能够打出许多酣畅淋漓的连段，可以说是整个游戏最爽快的体验。而在灾厄启示录中，玩家可以操作4神兽战斗，这次的封印战记，玩家则是可以操作神秘魔像打空战模式。空战模式我个人觉得比4神兽模式有意思，有种打古早飞行游戏的感觉。如果你是萨尔达传说旷野之息或王国之夜的玩家，游戏有些小彩蛋会让你会心一笑，比如说米涅鲁的攻击就是利用各种鱼料建造系统做出来各式载具，而游戏里面也有到处寻找克洛格解锁升级的系统，但是经过相当程度的简化，只要你在地图上看到这种可疑地点，点一下就好了。游戏剧情上相当于是王国之泪的前传，故事讲述萨尔达跟林克分离之后，调到古代王国里与加农进行奋战的故事。玩家可以与王国之泪回忆里各种久仰大名的角色一起奋战，体验封印战争的艰苦。主要角色塑造都蛮有意思的，尤其是本作的新角卡拉莫陪伴在无名魔像身边，各种吐槽让游戏过程增添了许多幽默桥段。游戏整体节奏偏快，小型战斗大概3分钟之内都可以结束，所以虽然角色升级的素材大多卡在一些小型战斗里，但是玩家弄起来压力没有那么大。如果你想要找一款轻松打发时间的游戏的话，封印战记其实算是不错的选择。就基础的游戏层面上，封印战记其实跟灾厄启示录差距不大，但有一些在本作加入了新元素尝试，让玩家玩起来多少还是有点别扭。比如说主打的佐纳乌科技系统，虽然利用各种佐纳乌道具可以打出高伤害，也不会有固有技的 CD 时间，但是由于装备栏位只有5格，在面对需要特定属性应对的敌人时，玩家要打开道具栏选取并装备不同的佐纳乌道具，是有点影响战斗流畅度的。而至于那个鱼料攻击系统，虽然也是很强力，但是要打一打忽然打开选单选择鱼料攻击，本身也是有点小麻烦。如果这是一款单人 ARPG 游戏，那当然还说得过去，可是在无双游戏里这样做，那多少有点小题大做。毕竟无双本来主打的应该是爽快战斗，如果遇到敌人每次都还要打开选单选道具，那原先战斗的爽快刺激感就会因此而被降低。有些角色虽然有征服佐纳乌装置的能力，但整体来说，在导入佐纳乌装置后，每个角色之间的差异性又进一步被稀释。尤其是那几个原本就已经没有人认识的角色，在装上佐纳乌装置后，更显得他们的存在无足轻重。讲到人物系统，这也是本作让我觉得有点劝退的原因之一。这么说吧，在启示录中，玩家是操作在旷野之息里就与你有深厚感情的各种人物，无论是林克、萨尔达，或是大家老婆米法。整个游戏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用来填充的非必要人物，可是在封印战记里，除了老鲁夫妻跟米列鲁萨尔达之外，其他角色都是在王国之类跟玩家没有什么共鸣的人物。古代四贤者已经很勉强了，毕竟玩家在王国之夜中根本不太会接触到他们，但在此之上，本作竟然还帮每个种族又放了几名杂兵角色，而这些角色根本没有什么辨识度。这就让我在解追挑战的时候，感觉到真正被挑战的是我的记忆力啊！奇纽跟托克萨到底是谁啦？坦白说，这几个杂兵人物让我感觉到以往无双系列陷入窘境的那种创作方式，就是先不管人物做得怎么样，总之有新作，人物数量就是要多。一定程度来讲，我觉得这也是把王国之夜做成无双时的原罪，毕竟时代跟本传差距太远。不可能让你把本传人物全部拿进去用，只能想办法塞一些其他人物进去。可是话又说回来，同样是原创人物，卡拉莫的人物形象营造就很好，但其他新角色，包括四贤者的人物塑造都非常平淡。四贤者背景圣地其实各有巧妙之处，比如说卓阿族的女王基亚，父亲被魔像所杀，被迫成为新一任的卓阿族领袖。
或者格鲁德族的阿尔迪因为加农背叛，努力想要洗刷异族的污点。这些剧情本来都可以发展成不同人物成长弧线，像是杰亚就可以让他从还没有准备好成为领导者，成长到领导者，还有他痛恨魔像，那是不是一开始可以对我方阵营的神秘魔像有憎恨感？然而这些都没有发生，杰亚对神秘魔像的感情也仅仅是这个魔像是好人那他就是朋友了，这种简单过场而已。四贤者都这样了，每个种族的杂兵人物剧情更是敷衍了事，在一场简单的小遭遇战把他们收入麾下，接着后续剧情中这些人物都没有重要的对话或成长。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柚子啊，你干嘛对一款无双游戏的剧情这么讲究啊？但我必须得说，这类型的 IP 无双游戏性部分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程度，最容易影响玩家投入度的就是游戏的关卡设计与人物共鸣度，而封印战记里面并没有这么多能够让玩家共鸣的人物，所以在灾厄启示录里，玩家会为了扭转斯英杰的命运挺身战斗，会为了能够让米法活下来，阻止加农破坏海拉鲁而战斗。但是在封印战记里，一来游戏没有 if 剧情，二来玩家根本就不认识这些角色。这时候如果游戏剧情的人物塑造还是一坨，那玩家自然很难提起兴趣玩下去。好吧，那剧情跟部分人物塑造不行了，接下来至少关卡设计要好玩吧。可是在关卡设计这一部分，我其实也没有感觉到制作团队的用心。游戏主要剧情内的大关卡其实也就那样子，就是跑去打 A 跑去打 B 的传统无双老配方，基本上就是攻下某个据点或打倒某个敌人，接下来新的据点新的敌人出现，玩家就再跑去打下一个目标，直到最后打完魔王为止。这样的过程既没有什么战略性，战斗系统也没有像无双起源那样刺激你来我往，所以多打几关之后其实蛮疲劳的。然后为了强化人物，你必须要打一些不同的小关卡，有些关卡甚至同一关直接复制贴上，只是换了不同角色来参与战斗。怎么说呢？就会让人觉得有点敷衍吧。所以本作封印战记，我个人觉得甚至比不上前作灾厄启示录，因为封印战记基本上就是以灾厄启示录的玩法为基础，加上一些新的点子后发售新作品。然而新加的系统除了空战系统外，其他都显得有点画蛇添足了。拿掉游戏系统后，玩家对于这些人物又缺乏共鸣感，加上剧情太过平淡，游玩的过程实在很难找到太有意思的吸引力。当然，便宜治百病。如果封印战记是款1400的游戏，我觉得我还可以给它4颗星的评价。作为一款放在主机里慢慢游玩的游戏，它并不差。虽然游戏本身没有到很精彩，但是内容量其实不算少，可以有事没事打开来玩一玩。但不是那种能够让你玩到废寝忘食的好游戏。然而不是我喜欢拿价钱碎碎念啊，但对于一款要2000多块的游戏，我当然会希望你拿出2000多块的品质。可是就游戏目前展现出来的内容，我觉得2000多块蛮不值得的。有一款各方面都表现得比封印战记更稳，而且还更便宜的灾厄启示录珠玉在前，我的确是找不到什么推荐你去玩封印战记的理由啊。如果你对于本作有兴趣，倒不如去买灾厄启示录玩。最终推荐度3星，看你。推荐给1想了解封印战争历史的玩家，2想挑最新 Switch 2最稳的 IP 无双玩家，3追求爽快割草的玩家。不推荐给1对游戏剧情有期待的玩家，2%完成度强迫症玩家，3没什么耐心的玩家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离开前别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多支持我的卡卡卡鲁频道。我是柚子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